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德国电视2台播出了一档节目，他们在油管也上传了，但是因为版权原因，我不能使用他们的素材。所以本期节目前半部分，我来介绍一下德国电视2台这档节目讲的东西。大意是这样的，德国电视2台说，在德国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人士，都不缺反美人士。有的德文声称，德国完全被美国控制了。对此，德国电视2台专门进行了所谓的背景调查。好，接下来部分我就不出镜了，我们就使用我刚才出去拍的素材，然后呢，我们继续说说德国电视2台这档节目大概内容。对于德国是否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是否是美国的傀儡，网上有各种评论。比如，有的人认为，为什么美国佬还赖着不走？他们甚至窃听了默克尔的手机，美国佬滚蛋吧！或者德国一直还在贯彻美国的一切命令，最后什么都是美国说了算，北溪输气管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德国美国到底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核大国美国拥有仅次于苏联或者俄罗斯的庞大的核武库，自1945年以来，他们在德国一直有人数众多的驻军，目前在德国仍有20多个美军基地，加上一个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海外空军基地。当年对伊拉克、阿富汗等的轰炸，以及去年通过在美国操纵但在德国的空军基地起飞的无人机，在伊拉克杀死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同时，德国的联邦国防军简直就是个笑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表明，德国军队真的很糟糕，国防薄弱得让人笑掉大牙。甚至联邦国防军的政府飞机都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德国电视2台说，很多德国人认为德国的国防完全依赖美国。好的，朋友们，这与我在德国观察到的完全吻合。事实上，德国人认为美国在出钱派遣军队来保护德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德国早就被俄罗斯侵略了。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德国人非常感谢美国无私的驻军。好像没有多少德国人认为德国应该建立一支德国自己强大的军队，他们宁可受美国的军事保护，这点与中国人的思维完全不同。德国电视2台还提及，很多德国人也认为，美国在德国西南部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就像国中之国，即德国中的美国，因为没有美方的允许，德国人不得入内。理论上，德国的法律也适用于德国领土上的这个美军基地，但事实是，没有美国人的同意，德国的法律等于是屁。德国当局甚至不能进入那里，所以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也被称为小美国，大约有5万名美国人生活在那里，包括官兵，但也包括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及家属。德国人不准入内，但诡异的是，德国人必须付钱，这不是玩笑啊！仅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德国电视2台说，德国就在美国这个空军基地上总共花费了近10亿欧元。德国方面称，这是建设措施的成本和所谓的国防后续成本。为了自圆其说，德国电视2台解释说，德国支付的费用只占美国驻扎在这里的部队上花费的9牛1毛。据统计，仅2020年，美国在这个空军基地上就花了72亿欧元。与之相比，德国的支出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美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引发的第2点争论是，美军使用该空军基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无人机攻击。也许你们还记得2020年初，美国在伊拉克用无人机杀死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这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如果没有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这场有争议的袭击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军方在拉姆施泰因运营着一个所谓的卫星中继站，因此可以部署无人机，但控制无人机的人却身在美国，并从那里操纵这些无人机。后来此事被泄露出来，但德国联邦政府一再声称对此不知情，不知道美军到底在干什么。德国政府说，德国政府一直与美国盟友进行基于信任的对话。德国政府的人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从国际法意义上说啊，通过这个在德国的空军基地清出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此人有犯罪行为，但美国给出的理由是此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德国方面没有启动调查程序，可能的原因是美国的压力以及不配合。虽然德国左翼派系在2019年要求德国联邦政府解除与美国驻军协定，美军全部撤出德国，但德方有关部门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与德国二战的历史有关，从那时起，德国非常依赖美国的保护，而且西德越来越视美国为保护国。1954年，西德与当时西方的几个驻军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等在巴黎签订了条约，即巴黎条约。西德允许8个北约国家在国永久驻军，其中就包括美国。而且美国的核武器也部署在德国。虽然没有德国人愿意如此正式确认他们的存在，但他们被认为是种公开的秘密。可以说，今天的德国完全依赖美国和北约的保护。德国电视2台认为，德国必须在依赖和成为美国的傀儡之间做出选择。西德从1955年开始不再被美国和其他盟国占领，而是德国允许他们在德国驻军。德国重新获得独立外交。根据2+4条约，2也就是2个德国，4那就是4个国家的外国驻军，包括驻东德的苏联，还有驻西德的美国、英国、法国。统一后的德国于1990年重新获得完全主权。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德国电视2台认为整个德国都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因此它不仅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也不是美国的傀儡。为了说服德国人，该节目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在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战争中，德国拒绝跟随美国，从而在德美关系中造成了一些分歧。但是我德国之士不得不说，仅凭一个例子就想否定德国是美国准殖民地的地位，这未免太轻率了。实际上，德国就是美国的傀儡，这点不容争辩。德国的外交及军事都没有自主性，对此德国电视2台也承认。他说德国并不完全独立于美国，不仅在德国的安全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如此。德国主要依赖出口，而美国是德国的最大出口贸易伙伴。此外，美国和德国过去有相同或一致的利益，例如美国需要德国作为其远离非洲大陆或中东行动的地点，德国是其指挥中心的好地点。同时，德国受益于北约的安全保障。当然，德美关系也有变数。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又会给德美之间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压力，因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质疑北约的作用。美国一直有自己的问题，该国在政治上分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外交政策上富有成效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德国电视2台说此外，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世界舞台上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必须越来越多地处理这一问题。尽管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为德国提供保护，但专家们认为，美国将在越来越多的条件下给德国提供保护。例如，美国可能会让德国和欧洲选边站，停止与中国做生意，或者美国不再做安全承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家呼吁德国和欧洲应该更加独立，例如他们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防务联盟。但德国有意识地选择了对美国的许多依赖，德国长期受益于美国的友好关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承诺稳定，特别是安全。虽然近年来有所动摇，但通过俄乌危机，德国对美国的依赖又有所增加。好，朋友们，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德国电视2台这家政府的喉舌的意思。德国主动选择依靠美国的保护，但德国不是美国的傀儡。德国有独立的主权及外交，这就是德国电视2台的意思。朋友们，你们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特别是本届政府以及那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为美国服务，妥妥的美国的傀儡。好，介绍了德国电视2台的观点后，刚才前面我说了
这档节目也被上传到了德国电视2台的油管频道。那么德国网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我相信这些评论绝大部分或是全部肯定是德国或是德语的网友，不可能是要色50。我们可以看到有4000多条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我们选一些关注度高的评论来看看。第一条评论，请再做一个视频，解释美国军方对我们德国的基础设施、天然气管道保护得有多好。德国之士点评，不久前在别的德语媒体评论区，我看到有人留言谈到到底是谁炸了北溪输气管。我目测更贴的人有大约一半人认为是俄罗斯干的，有的人说不会是美国，因为炸了对美国能有什么好处？下一条评论，我认为德国和欧洲迫切需要在军事方面更加独立于美国，正如法国人所设想的那样，建立一支欧洲防务力量是当务之急。欧洲人必须能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保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我们与美国现在是并将继续是盟友，但我们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这也意味着德国社会需要改变对所有军事国防的态度。下一条评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的人，最终会两者尽失。下一条评论，在公共电视中提到了美国的作用，这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轰动了。继续吧。下一条评论，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地下水被污染的事实只字未提，就像北溪输气管被炸的前后矛盾一样。下一条评论，德国不依赖于美国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我们总是必须先问美国我们可以决定什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位总理，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难道依赖性和主权不自相矛盾吗？下一条评论，我很少在这里发表评论，但我必须说几句。亲爱的德国电视2台，你们这个节目还不错，但这个重要话题的资料来源究竟在哪里？到底哪里有可靠的资料？这样不仅能让我们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让所谓的造假者无处遁形。在视频中，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你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的，我看到了3个来源，例如第5分钟25秒处，但有证据的地方绝对是少数。现在即使是低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学习提供资料来源，即使是小的油管博主也会设法证实自己的言论。为什么你们这些用我们的钱养着的公共广播电视台就不能做到这些基本要求呢？下一条评论，我们可以争论德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另外还有许多因素和别人的施压。德国可能在伊拉克战争中硬气了一点，但为了不与美国人进步对立，我们不得不在阿富汗无意义地待了20年。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一种相当片面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关系。下一条评论，我为那些真的相信德国是主权独立国家的人感到无可救药。下一条评论，德国前财长舒伊布勒自己说过，自1945年以来，德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主权。对于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下一条评论，你们公共媒体越是想说服我们，就越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你懂的。下一条评论，用好的修辞手段把黑说成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把对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批评斥之为反美主义也很容易。但问题的清单是如此之长，而德国政客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是如此被动，因此其结论只能是德国政客们将美国利益置于德国利益之上。下一条评论，德国电视2台做的节目，一如既往的完全客观，下一条评论，美国为什么继续留在德国？自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美国一直希望像苏联和俄罗斯一样撤出德国的呀，为什么还没有行动呢？下一条评论，我认为德美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受益，这很好。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被采用双重标准。美国应该遵守国际法，
否则就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因违反国际法而受到制裁。但只要我们在军事上依然依赖美国，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下一条评论，我想知道，如果德国总理肖尔茨计划在美国建立一个德国军事基地，美国总统拜登会同意吗？下一条评论，我不太清楚，但美国部队不是可以在德国自由行动而无需通知德国方面吗？这是德国被占领的一个标志吧。下一条评论，美国没有盟友，只有利益。亨利·基辛格先生的这一爆炸性言论如何？这位先生拥有多年的经验，对美国人了如指掌。下一条评论，你们本期节目做这个话题真的很棒，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大国之间的全球社会关系，欧洲自身必须变得强大，与美国结盟对长期维护民主非常重要。下一条评论，独立、主权，有了这些词，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一群没有思想的人团结在你身后。这就是为什么不必指望他们考虑实际情况或后果。下一条评论，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德国政治如此屈服于以色列等国？我们的政客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下一条评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炸毁了北溪输气管？然后为什么没有任何后果？德国政府害怕他的这个伙伴吗？下一条评论，在乌克兰战争初期，好像有人说过，德国把安全外包给了美国，把能源外包给了俄罗斯，把经济外包给了中国。哈哈哈哈！因此，是的，欧洲应该变得更加独立。下一条评论，德国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是今晚最大的笑话。下一条评论，德国和美国生活在不同的地缘现实中，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会伤害德国，但东亚的冲突不会。德美两国应携手合作，同时牢记彼此的不同利益。下一条评论，德国肯定是被操的角色呀，哈哈哈哈。下一条评论， Horst Seehofer 说过，决策者不是选出来的，选出来的没有决策权。德国知识补充， Horst Seehofer 曾经是巴伐利亚权力最大的人物，也曾在德国联邦政府内阁任过不同的职位。下一条评论，在另一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正常吗？我的逻辑常是说，这是不正常的。大使馆是的，但军事基地又以战争目的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性质的。有时我在想啊，如果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都独来独往，只有在度假时才相互接触，世界会更加和平吧。下一条评论，如果你们真的对事情的真相感兴趣就好了，因为如果允许在浪此的人的脱口秀节目中发表不同意见并进行公开讨论，那么事实就会清晰起来。例如，中东问题专家 Ludus 不被邀请谈论中东冲突，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专家话题，因此就不需要一个在镜头前滔滔不绝的人，但这除了他在说服自己之外，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下一条评论，非常有趣，我住的地方距离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只有8公里。我经常问自己视频中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真正令人讨厌的是，与德国这个国家相比，美国人在德国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当美国人喝醉酒闹事或发生交通事故时，总是美国的宪兵出来处理事故，他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在各县巡逻。下一条评论，如果斯诺登和阿桑奇向我们申请庇护，到底会怎样？下一条评论，理想的关系仍然是友好的关系，但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尤其是在军事上。下一条评论，依赖从来都不是好事。欧盟应该在能源政策和组建欧洲军队方面争取独立。从长远来看，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下一条评论，结果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说，我们将终结北溪输气管。记者问，
只要德国还控制着北溪输气管，您将如何做到这一点？拜登说，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而德国总理站在一旁温和地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下一条评论，对我来说，这里显然缺少关于爱德华·斯诺登和朱利安·阿桑奇的琢磨，其中美国的角色给民主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并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下一条评论，美国可以炸毁北溪输气管，而德国不敢反击，这意味着什么呢？下一条评论，我希望看到关于窃听问题的背景调查。据说，自施洛德对美国说与美国的团结关系尚不涉限时，时任总理府部长和现任联邦总统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可以对所有德国人进行窃听，即使默克说了朋友之间不能窃听，随后他变得异常沉默，不再就此事发表过任何言论。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今天是否仍在被监听？下一条评论，2+4条约只是部分的将全部主权归还给了德国，例如条约的一个条件限制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兵力。下一条评论，这个问题的问题在于，如果德国真的只是美国的附庸，那么我们当然不会从德国国家电视台了解到这个真相了。下一条评论，德美之间的信任可好了，以至于我们总理的手机都要被窃听。下一条评论，如果我想寻找有关这个话题的事实，德国的公共媒体一定是我最不愿意采用的。下一条评论，让我来问一个问题，是谁确保了让联邦国防军现在变成这么弱小的？人们喜欢把德国贬低到无足轻重。我住在凯泽斯劳滕附近，让我非常恼火的是，这个空军基地实在是太大了，这里的房租和地价一直都很疯狂，美国人可以付每月高达4500欧元的房子租金，没有其他德国人负担得起。即使是在晚上，飞机的噪音也是极不正常的。当一架满载武器的战机在500米的高度上从房子上空呼啸而过时，据说美军是该地区的就业引擎，笑死人了。这里的大多数德国人与美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却不得不住在近50公里开外的地方，而且还要通勤，否则就付不起房租，更不用说燃料倾倒和环境污染了。不，我也赞成美国佬滚蛋，尤其是那些非常想留在这里的退休美军家属不必纳税。下一条评论，如果德国法律无法执行，那它还有什么鸟用？下一条评论，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还有德国的政客和媒体都完全依赖美国，甚至普京几十年前就说过，我们应该更加独立于美国。当然不仅仅是他，但我们正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可不依赖美国啊，我们与美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哈哈哈。下一条评论，美国人从阿富汗撤军时，简直是直接把我们德国人落下不管了。好，朋友们，从以上按关注度节选的网友评论来看，几乎都对德美关系中德国的从属地位非常不满。看来这些德国人是明白人，他们承认德国确实是美国的傀儡，至少德国没有自主权。好，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请在下面踊跃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